中国出手禁止澳大利亚牛肉进口，对澳大利亚影响有多大？澳大利亚寻找印度市场替代中国市场是否有用？中国又为何要对澳大利亚下死手？根据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数据显示，受全球疫情影响，全球粮食供应出现明显的缺口。不过，对于澳大利亚来说，更让他们着急的是国内30万吨牛肉滞销。因为澳大利亚刚刚失去了最大的牛肉市场，在去年的时候，中国禁止4家澳大利亚企业对华牛肉出口，理由是澳大利亚有些企业多批次输华牛肉产品，存在违反双方主管部门共同确定的检验检疫要求。不过，当时澳大利亚官方以此大做文章，称中国有意打压澳大利亚的贸易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，近2年来中澳关系陷入低谷，由于澳大利亚积极充当美国的反华先锋，在多个位置上保持与美国一致，故意挑衅中国。而中国方面除了不断警告澳大利亚，也做出了一些实质性措施，包括澳大利亚煤炭、小麦等产品对华出口均遭到限制，牛肉对华出口的锐减。虽然不是对澳大利亚影响最大的一个，却能典型地反映这1年来中澳贸易的一个现状。在过去，澳大利亚牛肉占了中国牛肉进口近30%，同时中国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牛肉出口市场。澳牛在中国一直被视为高品质的象征，但自从中国宣布限制澳大利亚牛肉进口后，澳产牛肉在2020年对外市场出口额直线下滑了16%，而到今年几乎已经痛失最大牛肉市场。毫无疑问，中国这一拳打得很疼。不过也有人表示，中国不进口澳大利亚牛肉，澳大利亚牛肉可以降价对国内销售，让本国人吃上更便宜的牛肉，但现实却是相反的。根据每日电讯报的数据，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，澳大利亚国内的牛肉价格反而出现了一波强势上涨，达到过去21年来涨幅最大的一次，国内民众直呼要吃不起了。一边是大量牛肉滞销卖不掉，一边是国内价格上涨吃不起。为何会出现如此魔幻的场景呢？有分析认为，毕竟牛肉不比其他工业品，如果出现滞销的情况，其养殖、保存等环节的成本也会跟着水涨船高，而这些成本自然也会分摊到消费者头上，于是价格自然上涨了不少。不过，也有部分澳学者呼吁中国解除禁令，他们的理由是，中国本身对牛肉需求量也大，如果禁止澳大利亚牛肉进口，也会导致中国自己的需求不足，最终两败俱伤。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？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显示，2021年1月到11月，中国牛肉进口量为213万吨，同比增长11.4%。换句话说，中国并没有因为不进口澳大利亚牛肉而减少牛肉消耗，反而扩大了进口。这说明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替代品。有资料显示，自去年中国宣布禁止澳大利亚牛肉进口后，一方面扩大了从巴西、阿根廷、乌拉圭等拉美国家进口牛肉产品，另一方面，俄罗斯牛肉生产商通过7年的谈判，终于获得了向中国出口牛肉的许可证，而俄罗斯也成为最大受益者。从2020年到2021年，俄罗斯对华牛肉出口销量短短1年便暴增235%。另外，根据市场调研，俄罗斯牛肉凭借质优价廉，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。根据中国某电商平台的数据，1公斤高品质澳洲牛排能卖到300元人民币，而同质量的俄罗斯西冷牛排1公斤为300元人民币。因此，澳大利亚方面也担心，就算日后中国市场开放了，澳大利亚牛肉在中国的接受程度恐怕也难比从前。可见，中澳牛肉贸易断开后，对澳大利亚的影响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。早在去年的时候，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表示，澳方正试图与中国进行紧急协商，但从现状来看，中国并不愿意在这方面与澳大利亚妥协。那么难过的就是澳大利亚了。有学者认为，澳政府必须找到新的市场来代替中国市场，但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，哪个国家能代替呢？就有澳大利亚民众表示，中国人不买澳大利亚牛肉，可以转卖给印度呀。毕竟印度也是拥有13亿的人口大国，人口体量不输中国。但提出这个建议的很显然对印度缺乏基本认知。首先，印度是世界上牛最多的国家，拥有2亿头牛，占世界总量的1/4。
也就是说，印度压根儿不缺牛，甚至有上万头无主牛每天在街上流浪。其次，印度常年是全球牛肉出口前3的国家，农业出口本来就是印度创造外汇的主要手段。在牛肉方面，印度与澳大利亚是竞争关系，印度自然不会大量购买澳大利亚牛肉。再者，印度人均 GDP 不足2亿美元，大约9亿人挣扎在温饱线下，对于高档的澳牛自然是消费不起。最重要的是，印度90%的人口是印度教，而印度教的信徒将牛尊为圣物，是不吃牛肉的。所以说，印度与牛肉进口根本就是八字不合。很显然，澳大利亚想通过印度市场来挽回一些损失，只能说是异想天开。而且，印度牛肉本身也是想尽办法要挤进中国市场。早在2001年的时候，印度爆发口蹄疫，随即中国就宣布禁止进口印度牛肉，而从那之后，印度人就想尽办法把牛肉卖到中国。比如他们会先把牛肉或者水牛出口到越南，然后想办法绕过边检进入中国，也因此印度牛肉也在中国被称之为走私肉。回到澳大利亚上来，在美国拉扯起反华联盟之后，澳大利亚成为最积极的一个，同时也成为了最被针对的一个。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探讨一番。澳大利亚积极反华可以归结为3个因素。首先是文化因素，澳大利亚起源于英国殖民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圈国家，而这也是英美在20世纪初建立的安全领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而如今，这种盎格鲁撒克逊圈文化也逐渐演化成了白人至上主义。早在20世纪初，西方热潮的黄锅论就在澳大利亚盛行。那时候，澳大利亚就严格控制来自亚洲的移民，而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，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与盎格鲁撒克逊圈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。其次是历史因素，一战期间，澳大利亚真正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力量，而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，澳大利亚依靠美国在太平洋上与日本作战来维护自身安全，这也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其最大的安全伙伴铺平了道路。简而言之，澳大利亚的历史就一直受到英美影响。最后是地理因素，尽管澳大利亚是一个面积广阔而富丽堂皇的国家，但实际上人口少，因此具有军事影响力有限，需要依靠美国维护其在周边地区的安全。而且从全球分布来看，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相对割裂，这就让澳大利亚需要去寻找一些存在感。但是澳大利亚也成为西方国家最薄弱的一环，自身实力有限，加上主要靠卖资源，使其成为美国组建的反华联盟中的软柿子。面对西方国家的围堵，中国需要做出反击，而澳大利亚最积极的树靶子，同时自身又是软柿子，不先痛打一顿都说不过去。